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，在黑暗中讲述恐怖故事。故事发生在一个造纸镇上。这一天刚好是1年1次的万圣节，为了可以玩得更加尽兴，4个学生准备前往当地有名的鬼屋。以前这里经常会有人过来玩，直到有一次过来玩的人都失踪了，这栋房子也被彻底封了起来。毕竟只是传闻，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意。随后几个人撬开房门进入了屋子，可小美则是再一次讲起了故事。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贝洛斯的女儿莎拉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镇上的一群孩子潜入了家里。虽然他们找到了莎拉，但是因为隔着一堵墙并没有见到。不过好在可以听到她的声音，每次孩子们过来，莎拉总会给他们讲起恐怖故事。直到有一次，听完故事的孩子全部失踪，所有人都认为是莎拉搞的鬼。他们本想去找莎拉算账，但却发现她已经用头发上吊身亡了。这个时候小黑突然发现面前的墙上有一些划痕，接着两人尝试推了一下柜子，没想到里面竟有一扇暗门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两人走了进去，只见里边全是蜘蛛网，看起来很像一个地下室，而且深处还有一道房门。两人见后再一次将其撬开，看到里面的样子，小美一眼断定这是莎拉的房间。另一边，卷毛为了吓小白故意躲进了柜子，他本想再来一个后背偷袭，可再一次往外看去，只见房间里已经变样了，而且还多了一个人和一条狗。卷毛被吓得急忙关住柜子，一阵脚步声也随之而来，因为这个地方可能真有阿飘。卷毛急忙喊小美赶紧离开。这个时候小美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她让俩人赶紧过来看看，原来这个房间就是莎拉被家人囚禁的地方。莎拉也是在这儿给孩子们讲故事。在经过一番寻找过后，小美发现了一本古老的书，打开一看才发现，不得不说真的太坏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几个人一时间也没有办法。这个时候门上突然出现一道黑影，他缓缓地把门给打开了。几个人并没有多想，他们认为是黄毛打开房门跑了。就在几人准备要回家时，小黑突然发现自己车子被整蛊了，不仅全是涂鸦，就连机器也都给拆了。因为小黑离家里比较远，于是小美请他去自己家里住，他家地下室有一个沙发可以凑合一晚。然而小美却瞒着所有人做了一件事儿，她把那本书给带了回来，本想看一看里面都有什么故事，可翻着翻着却没有了。诡异的是，最后一个故事标题竟然是黄毛。小美用手一擦，竟发现是刚写的。此时的黄毛刚刚到家，因为太晚了，母亲特别生气，为了惩罚他，母亲让他去给朋友送鸡蛋。黄毛虽然很不情愿，但最后还是去了。可就在他挑选鸡蛋时，一道黑影也随之出现了。不久之后，黄毛选好了鸡蛋，他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每次路过稻草人都会打一顿。可是刚走没一会儿，他直接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只见稻草人又一次出现了。看到这一幕，他认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于是他再一次往前走去，但刚走没一会儿，他又愣住了，因为他又一次折返了回来，而这一次稻草人却不见了。就在黄毛一脸懵的往前走时，稻草人突然出现。黄毛本以为他只是个玩偶，可下一秒稻草人竟然动了一下，他二话没说就捅了过去。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根本没用，稻草人直接把武器抢了过来，然后反手捅了下去。黄毛虽然受伤了，但他还是不停往家里跑去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他的身体里开始钻出稻草，他越是想要将其拔出，反而稻草会长得更快。了一口。这个时候小黑再一次看起了故事，上面显示会出现一具尸体，他正在寻找自己的脚趾。听完这些，小白更不怕了，因为这个故事他父亲以前经常给他讲，只是为了吓唬小孩而已。没过一会儿，锅里突然飘出一个东西，小白也同时走了过来，他看都没看就直接吃了下去。很快他发现了不对劲，等再一次拿出来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所有食欲在这一刻全部消散。突然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，小白也彻底相信了那本书里的故事。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一个声音传了过来，谁拿了我的脚趾？这句话让小白彻底害怕了，于是他急忙跑进屋里躲避。这个时候门外出现一个丧尸，而且刚好少了一个脚趾。听着声音越来越近，小白本想跳窗出去，但却发现根本打不开，无奈之下他只能躲在床底。没过一会儿，门被缓缓打开了，小白被吓得不敢往外看，可等了好一大会儿，门外却突然没了动静，而且四周他也看了，根本啥也没有。随后他慢慢爬出了半个身子，接着还没等小白反应过来呢，丧尸直接把他拽进了墙里。很快小美和小黑也赶了过来，他们并没有看到小白的身影，只在床下发现了一条很长的指甲印。到了第二天，小美把卷毛还有他姐姐喊了过来，并且把故事的事也说了出来。因为领盒饭的都是去过鬼屋的，小美认为他们也会被挨个写在书上。如果现在他们要报警，那警察一定不会相信书会杀人。听到卷毛一个人在门口放哨，小美和小黑则是前往档案馆。经过一顿寻找过后，他们发现了想要的资料，而真相也在此时浮出了水面。原来并不是莎拉害了那群孩子，这一切都是他家人搞的鬼。当时造纸厂里的水产生了有毒气体，也正是因为此事，孩子们全都领了盒饭。莎拉还尝试着去拯救过，但却发现根本没用。
他家人为了保住造纸厂，把所有事栽赃给了莎拉。最后莎拉接受不了污蔑，才选择在医院上吊身亡，是卷毛。与此同时，卷毛突然听到一阵说话声，一团黑影也随之出现，个怪物。只见他全身发白，体型也略胖，看起来甚至还有点可爱。随后卷毛跑向另一个方向，这次同样又出现一个怪物。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，卷毛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最后他被怪物紧紧抱住，接着一点点融进了自己的身体，卷毛就这样消失不见了。不久之后，小美和小黑赶了过来，看着地上卷毛的圆珠笔，两人才意识到他也失踪了。因为最近失踪的都和他们有关，警方不仅把书给扣押了，还把小美和小黑关了进去。到了晚上，警长突然发现书上多了一篇故事，看到这一幕，他认为是小美和小黑写的，可下一秒灯光瞬间关闭，一阵声音也随之传了过来。等警长往外看去，只见狗狗愤怒地看向管道。这个时候管道再一次传出声音，狗狗被吓得直接逃跑了。就在警长一脸懵的时候，一颗头颅从管道掉了下来。看到这一幕，警长急忙开枪，但子弹都打没了，根本没用。这个时候管道再次掉了东西，一开始是两只胳膊两只腿，最后整个身子也下来了。他们开始快速拼接，最后活生生拼出一个怪物。他二话没说，直接让警长领了盒饭，然后又朝着目标小黑走了过去。虽然有栅栏去阻拦，但怪物根本不怕，他开始拼命的往里面挤去。这个时候小美发现了钥匙，她趁着怪物被卡住身体，急忙带着小黑跑了出去。就在俩人准备上车离开时，小黑突然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让小美赶紧前往鬼屋，只要把真相告诉莎拉，也许他们俩都会逃过一劫。小美听后急忙赶向鬼屋，而小黑则是负责拖住怪物。看着怪物已经跟了过来，小黑直接启动了车子，突然一阵吵闹声传了过来，看样子是在寻找莎拉。为了不被发现，小美只能躲在一旁，无奈之下她躲进了2楼一个房间。但不巧的是，这个房间也同样有人，她大喊着莎拉在这儿。随后小美看向了镜子，只见镜子里她就是莎拉。最后小美被关进了地下室里边，就连灯光都没给她留。不久之后，莎拉突然出现在房间里，看着她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小美鼓起勇气把真相说了出来，你家里人做的确实不对，这些罪应该是他们的，不应该由我的朋友来承担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和你家人那种做法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听到这里，莎拉脸上已经没有了凶狠，